你是否适合当零氪玩家？零氪玩家的脑回路又是怎样的？本期的一个案例呢，相信可以让各位旅行者感受到零氪玩家的游戏体验和心里的想法。那么现在你就变成了我提瓦特地理，是一个零氪玩家，手里有330抽。短期的抽卡计划是 4.6 要抽仆人，中期的抽卡计划是要抽克洛林德，长期的抽卡计划是维持原石数量在健康的状态，能够和另外一个账号形成良性的循环，争取做到一个版本抽一个新角色，且不能错过纳塔的神明。而当下还存在另外一个巨大的诱惑，就是林尼是你主玩的角色，而武器池是大保底，也就是说 4.6 上半这个武器池只要下场就不会亏，何止不会亏，简直就是血赚。那么现在垫池子的情况是，角色池小保底已垫55抽，武器池垫了3抽。好的，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我，你的抽卡策略会是怎样的呢？来评论区讨论一下吧。那么接着各位思考的时间，我来分享一下我思考的过程。首先我会算出，如果角色池和武器池全下，至多需要多少抽。先假设自己是一个万里挑一的飞球，必然是大保底，那么卡池全下的代价就是35抽加90抽加77抽，一共需要202抽。抽完之后还剩下128抽。但事实已经证明，我不是万里挑一的飞球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所以我们通过常规的期望出金抽数去计算，也就是角色池一般77抽出金，抽到限定角色的期望抽数是155抽，武器池是66抽出金。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玩家，卡池全下的代价就变成了22加78加63，需要163抽，剩余167抽。那么如果我是一个欧气佬，小保底没有歪，需要的抽数就下降到了85抽，可以剩下245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把最坏的预期和最好的预期都做了，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最坏的结果。抽完卡池之后还能剩下128抽。那么这128抽能否满足未来抽克洛林德的需求呢？我们继续计算，在消耗202抽之后，我们可以得到40颗星辉，能兑换8抽，再加上每个版本可以白嫖的原石数量在6000颗左右。4.6 之后呢，账号还有136抽。假如克洛林德在 4.7 up， 那么还可以在商城里兑换5抽，总计141抽，离期望的155抽还有14抽的差距，也就是2240颗原石，那就需要在克洛林德 up 的时候主动的多干一些地图才能实现这个目标。不过因为202抽是完全按照90抽保底去计算的，大概率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所以如果我是普通人的运气，在 4.7 我手中应该还有216抽，是完全覆盖了抽克洛林德所需要的成本。那么当抽完克洛林德之后，账号的原石几乎消耗殆尽，那么能否保证在未来抽到火神呢？我们继续计算，通常最后一个版本是暑期限时的休闲地图，在这个版本中呢，原石获取的数量会提高，差不多能达到8000颗左右，然后再加上 5.0、5.1 可以白嫖的原石数量，以及周年庆提供的20抽，在 5.2 这个常规会 up 神明的版本之前，我们又可以获得226抽，也能覆盖一个大保底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4.6 卡池全下会导致的最差结果都推演出来了，接下去呢就是做选择的时候了。如果卡池全下，我们将收获到一个仆人，一把有用的专武，未来的克洛林德和火神，失去的是 4.8、5.0、5.1 抽卡的权利，以及会导致原石数量长期处在一个吃紧的状态，抽卡的压力完全导向了另一个账号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如何选择呢？根据玩家的风格，可能最终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那么如果是我会认为提高伤害不如抽新角色，命座也不如抽新角色，因为新鲜感是支持我玩下去的动力，而且我们无法保证在 5.0、5.1 的纳塔版本会出现什么样子自己喜欢的角色，以及适配自己账号的角色，或者说更强的角色。所以为了每个版本都有下卡池的余力，在战略上我会选择放弃抽武器池。虽然这次对我来说真的属于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但在战术上我依然会选择进武器池碰碰运气。如果提前出金，那就是稳赚不亏。整个版本开销的原石数量控制在140抽以内，来保证账号的一个健康状态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哎呀玩个游戏这么麻烦，那么可能你并不适合成为一个零氪玩家，因为零氪玩家游戏的过程就是和自己欲望做博弈的过程。有像我这样的争取每个角色都抽的，也有囤原石只抽自己喜欢角色或者强力角色的。这个过程虽然在别人的眼里是折磨的、烦躁的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健康的运营自己的账号本身就是游戏的乐趣之一。其实也可以理解为，原神虽然是一款动作冒险游戏，但规划原石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模拟经营的玩法。那么这就是一个零氪玩家的脑回路，享受运营的乐趣，享受思考后赢得收获的成就感。好的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那么这趟模拟零氪玩家的旅途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